大家好，上个视频我有给大家去分享用 Stable Diffusion 去制作 logo 延展海报设计的一个思路。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用 Stable Diffusion 去制作 logo 动画的一个思路。首先我们看一下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好，这种 logo 动画该怎么去制作呢？我们先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我用到的是之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Diffroom 这个插件。如果大家还没有玩过这个插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有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插件的一个玩法。那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一个分享。首先我们肯定要有一张 logo 的一个图片，对吧？那我就在纹身图里边去生成的，大家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该怎么去生成这个 logo 的一个设计图。那这里是它的一个提示词，然后它的一些采样方法，然后下边呢是你这个黑底白字的这样的一个 logo， 然后我用的涂鸦的这个模型，然后我点这边生成。好，生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设计的 logo 的这张图片。那我要把它做成这个 logo 的一个动画。那就回到这个 Diffroom 这个插件里边来，然后这里运行，这里的参数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那这个采样方法，我之前用的是这个采样方法，步数30步。宽度高度，我之前那张图是768×768的一个大小，那这个大小你可以设小一点，因为在我们最后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放大的，它是整个视频进行放大，它的一个速度要比我们之前这里就是每张图都生成大图这个速度要快很多，当然根据自己需求来嘛。然后随机种子你可以固定也可以不固定，这个地方呢是你的视频输出的一个名字，你可改可不改。然后面部修复可以不用去勾选，因为我没有去生成人物，其他我们就默认。然后关键帧这个地方，它一帧代表一个图片，这里呢是最大的一个帧数，那这个是默认的120，它是控制视频的一个长短的。它怎么去控制视频长短？就是我们输出的这个地方，它是每秒钟生成多少帧，就是这里你可以设置的。那我这里设置每秒钟生成24帧，那我最大的一个帧数不是120帧吗？那120除以24，也就是5秒钟的一个视频，就是这样去控制的。回到这个关键帧这个地方。如果你想你的这个动画有纵深感，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个3D 的一个模式。然后这里呢是边缘模式，左边的这个呢它是边缘直接拉直的，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它是模仿前边的那个图片，就是生成新的一个图片。那我们的 AI 它绘制每一张图都会参照上一张图，所以说你想这个过渡的更自然一些，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就是这个。然后下边这里，如果你想你的视频就是更自然一些，那你肯定是2张就是图片，上一张和下一张图片，它的一个差距不要太大，对吧？那这个变化的一个幅度就是由这边的一个强度来控制。那么这个强度越大，那前后2张图它的一个差距就越小，也就越像。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适当给高一点，可以0.75。然后下边这个 motion 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镜头的一个设置。这个 translation 呢，它是镜头的一个移动方位。大家可以看我上边的一个视频，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去介绍的，这里我就不去细说了。如果你想你的视频就是左右都不移动，就是生成那种 zoom 那种动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放大就是缩小的那种，那你可以直接调整这个 Z 轴。比如说我这里改成10，其他我就默认0，我都不去改了。然后其他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嘛，有给大家去介绍。然后这个 CFG 啊，随机种子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是一样的。比如说这里的步数，那你0帧是25步生成的一个图，然后你可以逗号，根据这种格式去写第几帧用多少步去生成图，就是这样的。采样方法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大模型，你可以看它的一个格式，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去写的。它是0帧是以这个模型，然后从100帧开始就是以这个模型去生成图片的，中间用逗号隔开。细说我就不细说了，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然后这个我就不动。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的提示词。
然后这里是有固定的格式的，这个数字0代表第0帧，它是以这后边的这个提示词生成的一个图片。这里是第30帧，是根据这个提示词生成的图片，就是这样的。它是固定格式，不要去改了，它是 JSON 的一个格式。如果你不会写，那你就把你的提示词直接贴到这个引号里边来就可以了。所以我这里就提前准备好了提示词，我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里注意了，你不要去更改它的一些格式。好，这边已经好了。我们的 AI 它会参照上一张图去生成新的一个图，比如说这里的0帧是根据这个提示词去生成的，第1帧它会参考这个第0帧生成的图片，第29帧会参考28帧，但是这个30帧的图片它会参考29帧去生成。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提示词跟这个提示词它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你的视频更流畅一些，那么你这2个提示词里边就要有相同的元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这里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一个元素，然后在这里也是，就是它是有相同元素在里边的，然后这个地方它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下，就是这里还有这里。都可以去看一下的。如果你觉得比较麻烦，那你就把相同的元素提炼出来，提炼出来之后，你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是反向提示词，我的反向提示词我就用这个吧，就是用2个 embedding， 我把它复制一下，放到这边来。然后放好了之后，这边我们就设置好了。这里是初始化，我们要去启用这个初始化，就勾选这个就行了。因为我们要去使用 logo 那张图嘛，那肯定要去参照它呀。但是这个它是初始化，它是第1张图，是我们的那个 logo 的那张图。但是我们视频是放到最后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剪映啊、达芬奇等一些工具，把视频倒放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这个图的一个地址。比如说我就是参考的是这张图，你鼠标右击把它的一个地址复制下来，就是复制文件的一个地址，然后把它复制到这个地方来。这里多了引号，你把引号去掉，其他我们就不改了。然后这边有一个输出，我们还要去设置一下。那这里帧数我们已经设置了，如果你的有音频的话，你就把音频的地址放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是不建议去保留这个图片的，而且你要去勾选这个删除图片，因为它会占用我们的空间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放大，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图片它是768×768的一个大小，它是可以放大的。我们勾选这个图片放大，这里选择放大的一个模型，我就选择这个。如果你第1次使用这个放大模型，它是需要去下载的，所以说你第1次使用要去下载的话，你要去魔法上网。这个地方注意一下，这是放大的一个倍数。然后其他我们就不改了，我就默认。然后你设置好了之后，你点后边这里生成。好，生成了。你可以点这里生成后，点这里显示视频，这里可以去预览这个视频，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视频呢，你可以点这个文件夹，然后它可以打开文件夹所在的一个位置，就是最后这一个。就是这里，那么这个是我512×512的那个大小的这个是放大过后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也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呢，你把这个视频放到，比如说像剪映呀等之类的一些地方，我就打开这个剪映吧，导入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在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就是这个 Outputs 这里边。然后 image to image 这里边最后这一个，那我们就把这个视频放到这里来，然后拖到这个地方。我们鼠标右击，然后这里有一个基础编辑，然后这里倒放，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倒放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呢，你可以添加一些就是音乐之类的，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才下载的这个音乐，我把它拖到这个地方来，你可以看一下效果，把多余的一个部分剪掉，然后把视频导出来，右上角有个导出，这里给它起一个名字。然后这个是你导出的一个地址，我之前就设好了。然后视频导出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帧率是24帧的。然后其他我们就不改，然后导出。好，有了，那就改个名字。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